来到隔一片南中国海的东马，有一个在沙拉越尸屋深耕了66年的路标深宫水，是创办人丁文琪于1950年研发自制的。1942年，他创设保研行药材诊疗店，在集结8年的行医和中药研究的心得后，终于成功推出有效方便的深宫水，造福尸屋社群。丁家华是丁文琪的次子。1994年，他从外地返回参与药行的管理，直到1998年，54岁的他才正式接手保元行。我父亲是在1937年的时候，他是20岁，由中国就来到西部，最初就在一间药店里面做助理。他本身在中国来之前就学了中医的，在药店里面工作了差不多5年左右。因为日本战争就占领了沙拉越，那他就店就关了，那他就趁机出来创办了保元。早年尸屋地广人稀，气候多变化，当地人民常有上吐下泻、水土不服等不适的病症，而住在遥远偏僻乡区的人更是难以获得医疗服务。所以，当丁文琪研发出深宫水后，很快的便广受人们的欢迎。尤其是一些的比较轻微的那些病痛，就不需要由乡区赶到市区来。那他就经过3年的研发，他就成功的制造那个深宫水。有24种不同的草药经过他的配伍制造出来的。这种病药到现在为止也有差不多有65年的历史了。在中国药典里面找不到的。鹿本身的话，全身都是宝嘛，鹿源啊、鹿血啊，这些都是宝；鹿鞭啊，都是宝。对于在医疗方面，是一个宝物来的。另外呢，鹿代表长寿嘛，神功水。当然讲，它的功力好像有神力帮助一样。OK， 那我们又叫神功水。到最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神字又改为生字，生就生长这个功力，也是差不多一样的，也是叫神功水。神功水。那通常人家在西部来讲，在我们沙拉越，神功水已经进了人家的脑袋，一直还是叫神功水，神功水。走过60花甲的沙拉越尸屋老字号深宫水，目前已迎来第3代的接班。43岁的丁道和是丁文琪的孙子，自1997年大学毕业后便投入家业。他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差点毁掉他公公的心血。以前时候就是有一次很小的时候很顽皮嘛，因为我小时候都喜欢玩火了嘛，所以跟我的堂哥一个就去到那个我们的旁边也是木屋了，他都是放那些我们的药材呀、瓶子之类的嘛，在里面玩火了，玩消防员嘛，点火点了后那个火势太大了，不能扑灭啊，人家烟都跑出来了，人家工人看到后全部就赶过去，因为里面都是干的那些药材嘛，很容易一下子就着火了。那也是头一次我看到我公公这么生气了，因为我从小到大从小了没有看过他。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啦，孙子方面来说没有这样生气过的，就是手心伸出来了，2个都是被他打了10次吧，没有记错。我那是印象中最深刻的，他最生气的一次了。当年丁文琪除了在保元行自制深宫水，也会参与展销活动，甚至亲自走到偏远的乡区看诊医病，继而推销深宫水。因此，他在民间树立了人心济世的好形象，深宫水深入民心，成为值得信赖的品牌。即使半夜3更的时候，有人不舒服到我们家里来，他半夜3更3点钟还是坐了脚车到病理家里去看病，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，在西部的你要知道那时候西部，交通不便。没有现在这样马路，
也没有汽车，主要还是靠脚车，也慢慢跑不同的地方，去推销他的药，去产物啊，尤其去产物，他是很多土著的大雅的朋友。有赖于丁文琪勤勉宣传的功劳，深宫水在原住民的圈子里亦相当受欢迎。丁家华说，无论是制作生产还是包装出售，父亲都坚持亲力亲为完成所有的步骤，用行动守护自己建立的心血。当然讲，以前主要你要看火候，要看时间，要看煮到多少次，这样才拼起来，然后就装瓶子，瓶子还是用手装的，它还是坚决讲要用玻璃瓶，因为玻璃瓶的话能够保存那个药的品质。要玻璃瓶的话，还是用那个木塞，木塞以后用那个蜡来封住，然后封住以后贴标纸。我们以前是旧家嘛，旧家它旁边有一个小木屋这样的，就是在那边煮药了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放柴进去啊，烧啊，点火啊，煮那个药材了。装药的过程呢，我记得应该是在我们住家的楼下，我们请了很多周边的邻居啊，因为那时候请很多工人嘛，需要很多的人手。最初深宫水是在住家后方的小型药坊制作。1990年代初，他们便搬迁至益智路的4层楼店屋里生产。1998年，他们在船西安都工业区建立工厂，同年完工后便正式投入生产。这里是西部南南路益智路，我们家是在益智路2号。这里呢本来以前是一片森林来的，原本的话就是一间木屋来的。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就改建成庄屋。那个药厂的话是在这个屋子的旁边，就在这个部分，这些柚子树跟杨头树跟胡毛树旁边就是一个药厂。在这个是 store， 然后在屋子的楼下是包装的。其实还没有到建立 GMP 厂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个另外搬到一个4层楼的那个店屋，那是在80年、90年时代。那我们开始建 GMP 厂的时候是在1998年。这2位是我的先父跟先母，也是宝源行的创办人。后面那个招牌就是我们宝源行原本的招牌，应该有75年的历史了。所以当宝源行在1985年改组的时候，就把杜资的公司改成有限公司，就把原本的招牌就挂在家里的厅上了，表示纪念。从1990年代起，马来西亚卫生部便对传统医药施行管制条例。为了顺应时代的改革，沙拉越诗屋的宝源行也为自家的药物注册。1998年，他们申请建设的工厂是东马第一间获得政府认证的 GMP 规格药厂。那时候我还是在工作当中，所以就协助我父亲去处理那个 GMP 厂跟那个药物注册的工作。所以1998年 GMP 厂的那个制造批发出来，披露出来了。那我们所生产的药，包括神功水啊、薄荷水啊、昆生的祛风酒啊、青草膏啊，这全部都批出来了。迈入21世纪，宝源行引进现代化机械，发展成半自动操作模式生产。66年来，深宫水立足东马中药领域，多得心思缜密的老员工在检测工作上一丝不苟。他们是经历老字号改革的见证人。我以前1年做起嘅，
我来就头家厝呗，这边也做好过，就搬这边回了。所以也较少来，我们爱食油、食粥、食粽、食罐、食包那啲咯，一般进步咯，我的头家进步了嘛，哎，我们机器我都做了嘛，我们较开发到。进来这里做的话，已经有15年左右了。GMP 工厂会比较讲究那些卫生这些部分哦，所以那些制造过程都要很讲究，就是它的卫生那些方面。因为用机器的方面是说它的出产量啊也会比较多，比较快，也比较省时了。现在暂时是就是东马这些地方，就最远应该是到沙巴这些啦。高龄66岁的施屋陆标生供水，一路走来也经过不少的磨练。早在1955年，位于施屋老街的宝源行不幸遭到祝融光顾，这并没有击退创办人丁文琪。他不但重建宝源行，还在1973年完成扩充，为后代扎下厚实的根基。我们有今天，也是父亲白手成家，这样2双手这样的做起来的。那当然讲，我们看他这样过程，对我们有影响呢。那我怎样，在我本身来讲，我怎样，在我还在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保存父亲这样的一个基业。那我要找一个接班人，我找我的侄儿，我的侄儿本来是念机械工程的，那我就游说他，要延续一下他这些愿望的话。要不要再去念中医？正式去念中医，我这个是不行的，我这是不行的，要念中医。他考虑了一个晚上，他决定讲真正式去念中医。刚刚回来也是这样，在药店待着了，从简单的做起啦，有扫地啦、抹桌啦、添药啊，慢慢学了。刚开始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，后来倒是他每次他看病的时候都叫我进去嘛，去看一下他怎样诊病人啊，怎样处方啊，看了后啊，怎么有兴趣的话，就是他从他治病人的那些人开始，觉得那些病人有改善了，有回来说他怎样好啊，或者是在门市拿药的时候啊。他知道我是他孙子嘛，就说哇，你公公很怎么好，慢慢从这些身上觉得中医确实是有用的吧。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慢慢对中药有兴趣了。就在2006年的时候吧，那时候去读中医，真正去读中医了。同样以药用功效闻名逾半世纪的陆标生供水，经过3代人铁杵磨成针的努力后，不但成为施屋人居家必备的良药，也成为丁家世代引以为傲的家业。他们将继续发扬，让这老字号流芳百世。我一跟人家讲神功水他们就说哇，这神功水实在太好了，我从小到大都在吃你家的药。他说我一听到这种话，心里有那种很多感触了，就是很骄傲啊，真的很骄傲。所以我觉得，身为我这一代的话，我还是会好好的将它这个保留下来，而且是遗传下去了，是有这个义务跟使命感的，应该是要这样讲。当然希望讲这个能够延续下去。至于讲会不会发展到其他地方去，那要看将来的缘分了。因为将来是怎样跑怎样的路。当然讲，我们认为讲不但是神功水，中医中药在马来西亚总是会有前途的。这毕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我们不要看轻自己的文化。我觉得头一点呢，你要将一个品牌、一个药物源远流传下去的话，首先你必须要确保它的那个品质，品质不可以变 ，OK， 不可以说偷工减料啊之类的，而且你要确保你的来源
是安全性的。接下来是打开它品牌啦，西马啊，好像新加坡啊、印尼啊，都还没有真正打进它的市场。很多他们有的话，都是他们孩子带进去的嘛。接下来就是要找接班人了。我反正也会老嘛，也是要找接班人嘛，所以要把这一门的东西传给下一代，远远的流传下去了。这世代相传的变药的老顾客何其多，更甚者，许多远在他乡的施巫人也经常随身携带。走过一个甲子的老字号，如今是许多施巫人的骄傲。继承者种武前嫌，朝百年方向前进。